Reinforcement Learning (RL) 是用来训练机器自我学习的一门学问。它的运用广泛，例如自动驾驶、游戏 AI、机器人控制、资源分配等。常见的 RL 算法有 Q-Learning、SURSA、Deep Q-Network、DQN、Policy Gradient 等。使用 PyTorch 加 RL 算法来实作，是否能训练机器自我学习呢？答案可能要由各位看完蛇的表现之后，再自行定义了。我们先来观察这只蛇的自我学习状况，后面我们再来分析这项任务是如何完成的。未来也会再介绍 PyTorch 如何来使用。有兴趣的伙伴，不妨先进行订阅。来看一下蛇的运动。由于自动控制的刚开始完全没有任何的参考资讯，所以只能以随机的方式进行移动。可以看到它只是乱走，然后自杀。在这边有加入一个条件，如果前进到一定的次数，还无法成功，也吃不到食物，那就让游戏结束，因为继续随机走，有很大的几率会在原地绕圈圈。稍微加速一下。在大约经过70次的尝试后，它会稍微避开自己的身体和墙壁，然后往食物的方向前进。吃到食物的几率也增加了。在经过数十次的尝试，成功率已有明显的增加。不过，感觉它好像有点到达极限了。根据食物的位置，常常会自己做一个圈圈而死掉。如果给它更多的时间，增加 state 参数，调整 learning rate， 增加 neural network 的 layer， 是否会改善它的行为呢？这部分就暂且不深入研究。比较令人兴奋的是， PyTorch 加上简单的 RL 算法，就让机器自我学习成功了。这让人对于 PyTorch 的学习更有兴趣了。这边可能我的标准比较低。从完全不会到知道去吃食物把自己喂饱，我就算他成功了。接下来简单说明一下这件事是如何达成的。完成这件事需要一些前置准备。首先我们要先制作或取得一个贪吃蛇游戏，再来是 RL 的基本概念。在网络上搜寻 Reinforcement Learning 可以得到许多的资源，理论性的学术文章有很多，不过我们还是比较有兴趣要如何使用它，所以先专注在其中的一种训练方法。这个方法是类似训练小狗的方式，当机器做对时，就给予奖励 reward； 当做错时，就给予处罚扣除 reward。其中包含几个角色。Agent 是负责控制整体流程的核心，包含决定游戏状态 state、蛇的运动方向 action、记录蛇的状态和运动历史记录等。Reward 奖励只需要标示成3种状态即可，正值、0、负值。数值多少不是重点，它的目的只是让机器知道自己成功了。Environment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当成是游戏本身，它接收 agent 的讯号后执行动作，并回传相对应的信号，像是 reward、done、score。State 在做 RL 时需要把特征向量化，这边定义了11个元素，3个元素用来标示下一步若前进、右转、左转是否会发生碰撞，4个元素用来标示目前蛇正在前往上、下、左、右，4个元素用来标示食物相对于头的上、下、左、右。接下来是 PyTorch 的基本认识。PyTorch 主要用于深度学习和机器学习，它可以快速的处理大量的数据和执行复杂的计算。未来我们再深入的介绍它，目前只要先了解它的主要运作流路。以下是固定必备的几个步骤。首先要建立一个 model。model 是 neural network 的主要实体，在其中可以定义要使用的 layer， 然后决定这些 layer 要被执行的顺序。至于要用多少个 layer， 并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实验过后，看能不能得到自己满意的结果。
选择适当的 loss function。PyTorch 也已内建许多 loss function。最简单的分法可以分为线性、非线性。非线性可以用来处理分类的问题，例如图片分类。这边用的是线性的 mean square error。选择适当的 optimizer。PyTorch 一样有许多内建 optimizer。这边我们选择其中比较常用的 SGD、Atom。在这个案例中，两个都可以使用，感觉不出差异。建立 training loop。它是 neural network 的主要训练步骤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套路。它包含：1. 呼叫 model 执行运算，取得预测值； 2. 呼叫 optimizer zero 底线 grad 将 gradient 归零重新计算； 3. 呼叫 loss function 计算偏差值； 4. 呼叫 loss backward 由 PyTorch 自动计算 gradient； 5. 呼叫 optimizer 点 step 由 PyTorch 自动更新 parameter 的值。好的，以上是理论的基本介绍，都只提到很浅、很入门的东西。若想要更深入的了解，当然就需要继续 Google 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对程式的部分做一些简单的说明，这边会是以比较大面向的方式，因为会看到这边的，应该不会是单纯想要知道怎么实做，而是看完之后对自己有什么启发，对未来的学习发展方向有什么帮助。让我们直接点出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。第一点就是 state 的决定，必须要把游戏的行为数值化，像是会发生危险的方向、主角的运动方向、目标物的位置。在上面的理论上有提到要把资讯向量化，就是指这边。第二点，要记得为游戏增加 reward、gun、score 的回传值。reward 会需要用来计算下一次的最佳路线， gun 则是用来决定它是否做对了。第三点就是 neural network model 和 training loop 的建立。model 的部分，这边选择使用2个线性层，中间搭配一个 activation function ReLU 进行非线性的转换，目的是希望可以让机器学习到非线性的特征。第四点就是要加入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的算法，这边使用的是简化过的 Bellman equation 来计算优化的值，计算过后用来当做 PyTorch 的目标值。PyTorch 的训练是需要目标值和预测值来计算 loss 值的，但机器的自我训练是不会有目标值的，所以只能使用类似 dynamic programming 的方式，从历史经验中取得一个相对好的值来当做目标值。程式中使用一个 Q 来做暂存，模拟机器的大脑记忆，最后再使用视觉化的工具把训练成果呈现出来。不论是印在 console 上，或是用即时图表呈现，都是可以的哦。好的，到这边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更想多深入 PyTorch 了呢？那么，乐见其成，我们下次再见。